欢迎大家收看《打破医美缪斯》。嗨，Hello， 我是医界的古天乐，现在瘦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主题非常特别哦，今天讲的主题叫做 Overfeeding Syndrome。身为解剖美学的奠基者，我始终坚持解剖分层为基础，结构力学来设计，安全优先是原则。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你知道微整形什么时候开始的吗？大概10几年前开始有微整形这个东西。第一个微整形的产品当然就是肉毒，肉毒那个时候就是液态黄金嘛，很不可思议啊，它可以帮大家解决很多皱纹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东西出来了，于是它开始就进入全民医美的时代。玻尿酸，玻尿酸之后有很多的填充物那基本上这些东西为什么叫填充物？因为它就是用来帮你填在你脸上一些凹的地方。这几年陆陆续续从国外，然后一直到华人的世界发现一件事，太多人他所有的问题都是靠填充解决。那但是事实上，填充它并不是万灵丹。我们人的老化有3大要素，第一个要素松弛跟下垂，第二个要素是流失跟凹陷，第3个要素是过多或是太强。所以我开头先跟大家讲，针对这3个问题，你要改善松弛跟下垂，你就要靠提升跟紧致；你要改善流失跟凹陷，你才用填充；你要改善过多或太强，你要用一些减法。那这3个通常是有顺序的一般而言，大部分的人应该先从松弛跟下垂先处理。为什么？你如果一个已经松跟垂的人，你填东西进去，一个已经松垮的袋子，你再丢东西进去，只会加速这个袋子更快的松跟垮。你应该先让你的组织是紧实的。那有些人说那我去掉嘛。比如说很多人还有嘴边肉，想说我打消脂针。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下垂的问题，松弛下垂，你就像一个已经松掉的袋子，你把里面的东西掏掉的时候，它里面显得更空，就会把它原本松弛跟下垂的问题显露得更出来。所以这3个里面，第一件事为什么是先处理松弛跟下垂？它的原理就在这。但是现在因为填充简单嘛，商业化，于是就会有各式各样模棱两可的说法，告诉你填充是万灵丹。那所以有很多人他就过度填充了。看这个图当然很惊悚啊，对不对？过度填充症候群呢，女生最常见有这几个问题。那我们等一下看几个从网络上抓下来的这个图我们都找一些国外的艺人因为他们比较不会来看中文的资讯，免得等一下来找我。好，那我们一个一个看，噔噔。好，梅格莱恩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演的片子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高中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梦中情人，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你的菜？对啊，所以我老婆以前也是长得有点像这样。你看梅格莱恩，这就是轻微版的过度填充症候群。你看她现在苹果肌变得很饱满，但饱满过头了，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你这个气球有点充气过头了。它跟年轻人有苹果肌，可是你就会觉得很假然后有说不出来的一个肿胀感，你一看也知道说，他好像整个脸填了太多的东西。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妮可基曼，那我跟他有点关系耶。很多人说我跟他的前夫长得有点像，真的对 ，Tom Cruise。我怕大家会马上把这个视频点掉，所以我们。这个也是一种过度填充群，跟刚刚 Meg Ryan 有点像。什么问题？你可以看到他苹果肌太大了，苹果肌可以让你看变年轻，可是过度填充的苹果肌会让你觉得你的表情会觉得有一点僵硬感，有一坨东西好像挡在那里的感觉。但是他们这2种的状况，基本上呢都还只是说好像气球加气加过头。我们来看这个罗涵他也是一样你看他早期的一些电影，很清纯嘛，对不对？那你看他现在的样子，那种感觉有点像是整个脸放大。我这里就有一件事情，就是填充呢，它是可以补充流失跟凹陷，可是事实上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人他已经填过头了。填充毕竟是加法，就像我刚刚讲的，就像气球打气一样，它是有可能会让你整个脸变大的。整个脸变大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变年轻，反而会让你的脸显得僵硬。刚刚看了几个都是这个填充脸部填的太多，但我现在讲另外一个关键是什么？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说法说填充
可以收紧。最常见的打法有几个哈，比如说很多人打在颧骨上面，就说打在这里，打在苹果肌可以帮你拉提，可以改善你的法令纹，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的一些图哈，我们来看一下马丹娜，她脸填充完以后，你发现一件事，第一个，你发现她的颧骨变得很凸，她的苹果肌变很大。我们常看到的是，她非但法令纹没有改善，反而因为自己的重量让她的法令纹变得更明显，而且这种打法常常打完以后，你的颧骨看起来更凸，于是你的脸颊看起来更凹。我并不觉得这样子有比较好看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大家还记得她吗？女郎俱乐部，对啊，等等。我们看到其实打完的结果看起来就像我刚刚说的，第一个，你的法令纹并不会因为这样就变浅，而且当你的颧骨看起来更凸的时候，因为很多人说打这个地方有拉提的作用嘛，但是当你颧骨更凸的时候，反正你脸凸凹感会更明显。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篇研究论文 Sebastian Cartafana 那这一篇是他2019年的一篇论文，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他在讨论过度填充症候群我们来看这个过度填充症候群，它事实上它填充完并不是像你想象中的说填完会有这个拉提的效果，事实上它填完反而是会有一个下垂的作用，它其中一个方向往下压，然后于是让你的这个颧骨看起来更凸，而你脸颊就会凹痕感会更明显。另外一个状况呢，就是可能会压出你的这个法令纹所以当你过度填充的时候这些问题反而会变得更严重。所以你一定要认清一件事，老化3大原理，松弛跟下垂是要靠拉提而不是靠填充，这件事很重要。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就是说关于这个法令纹中眼这个地方问题，这里有另外一篇研究论文好，那这位医师呢他是这个马来西亚医师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在一些会议上常常碰面他也是写了相当多的研究论文而且他人讲话非常风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研究论文，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很多人他在做填充的时候，你看他可能打在脸颊这个凹陷的地方，但是打在脸颊凹陷的地方，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一篇之前的一个影片，脸颊的凹陷分成3种，分成前颊凹、中颊凹跟后颊凹。好，大家那篇我有很深入的解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特别是前颊凹的这个部位。那当你这个在脸颊这个地方填多的时候，都很容易造成你脸后来有下垂的状况，所以千万要记得填充要适可而止。有些人填完以后，他显得更老，很奇怪我填充不是要把流失的地方补回来，应该变年轻，怎么更老？因为过度填充会加速你的下垂。好，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脸填充造成下垂的例子，还有哪些地方？比如说额头，有些人额头填到已经凸到外面了，有点不是那么的自然。还有呢，一种现在很常见鼻子的过度填充，很多人用玻尿酸打鼻子，打完以后一开始都很好看，后面填，他鼻子越来越宽，会有点像纳美人，那反而是非常的不自然。好，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人过度填充这个也是非常常见，哪里？下巴。因为以前常常会有人告诉你一个观念，说我要让我的脸变 V， 怎么做打咬肌，再打个下巴，你的脸就 V 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案例图，打了咬肌，再打下巴。好，我们再看更夸张的他觉得自己的脸圆圆的，我要脸 V， 打了咬肌，再打了下巴。发生了什么事？当你今天打咬肌，他认为说把咬肌变小的时候，脸当然没那么宽，我再加一个下巴，听起来很合理，这里变小，这里变尖，脸应该要 V 吗？可是事实上，我们脸的结构没有那么的简单。我们的咬肌位置在这里，我们下巴在这，但是这里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什么？嘴边肉。嘴边肉刚好在我们的咬肌跟下巴之间。大家注意一件事，如果今天你脸上已经有松弛的状况，你这个时候打咬肌，你咬肌变小了，相对的它的支撑力也会变小，你的嘴边肉是会变得更严重，这是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件事，如果你本身脸颊已经有一些凹陷的状况，这个时候你再打咬肌，你的脸颊凹陷会变得更严重。你想想看如果你这个咬肌变小了，然后你这个嘴边又垂了，然后这脸颊凹了，这个时候你再加一个下巴，哇，那个比例你就会显得
你觉得这样有更年轻吗？所以大家要注意哦，不是填充就一定会让你变年轻，你要合乎比例，比例大家都知道，还有你要合乎原则。原则是哪3个原则？这原则很简单，就是我说的要抗老化的3个原则。第一，先处理松弛跟下垂，再来才是适量的填充，有过多的这个时候才去掉。好，你要按照顺序这样处理，按照比例原则才是填充的黄金法则。不然现在过度填充很常见哦，甚至在男生也有这种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小的时候啊是很多人的偶像。那你看这也是过度填充，你发现什么？你看他的苹果肌啊，这个不是他本身肥胖啊，因为肥胖的苹果肌其实它老化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这个是填充东西进去。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他的下巴跟嘴巴怪怪的，好，因为这个就是肉毒打过量，好，所以导致他嘴巴有点歪一边的这个状况。所以爱美是有方法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你也要做一点功课。网上资讯很多，有很多都是在一直告诉你我们疗程做得多好多棒多棒，其实你们更需要的是一些正确的知识，不然当你们做了一些没有效或者是更糟糕的疗程，你更痛苦，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文轩又出现了，他又出现了。哈，我觉得大家来看我们频道，好像是来看文轩，不是来看我。哪有啦，都是看你。好，来，那我们今天呢？对，今天是什么？今天是打破，不是，今天是科普医美新知。Hello， 欢迎大家收看打破医美。如何让苹果肌变小？就大家很需要。可是其实你会发现，市面上大部分都是一直叫你打苹果肌，对，一直填充，一直填充。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哦，他本来没有苹果肌，打着打着就从没有苹果肌，最后变成西瓜肌啊，或者是像冬瓜肌这样，哇，好大，还有点像夺魂锯那样。对，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夺魂锯。I want to play the game. You have a choice. 从小较医生先好好困啊。哦，来，你看哦，像这个呢是东西方的美女，其实苹果肌它很重要哦。我有时候会这样比喻啊，哦，这样我这样比喻会不会被影片被黄标？怎样？我们那个苹果肌的位置哦，假设我们这张脸就像一个人的话。苹果肌的位置刚好就是就像一个人胸部的位置一样，所以一个女生呢，她要有一个苹果肌很重要。对，因为你如果有一个苹果肌在的话，你的身材看起来比较好，一样你的脸呢看起来会比较立体。对，立体。可是这个苹果肌呢，我们希望它有，但不能过度，而且不能是垂的。对，哦，对，这比喻是不是很像？真的啊，这里就苹果肌就很像一个，比喻的超实际的。那有一张苹果肌是脸上的胸部，有点怪怪的。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其实大家都很在意有没有苹果肌这件事。可是我觉得这几年啊，已经变成是苹果肌过度了，或者是我想要苹果肌小一点。苹果肌变大很简单嘛，只要你构造了解，你要打得漂亮一点都不难。比较困难的是要怎么把苹果肌变小。可是我们要把苹果肌变小之前，我们要先弄清楚到底是苹果肌大还是颧骨大。这是很容易误会的哦。比如说，好像这个女生，你觉得她是苹果肌大还是颧骨大？我觉得她是。好难哦，很难对，其实不会很难。我教大家怎么看啊、苹果肌大的人啊、如果我们看照片，其实你看一般颧骨大的人呢，他大部分也会合并了一些脸颊的凹陷，他这样看起来会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大，事实上哦，他的颧骨体比
比较大，颧骨弓也比较宽。那像这种颧骨体大、颧骨弓宽的人，有的时候你想要它这个样变小，你要做的就不是缩小苹果肌，因为它是骨头大。这时候或许你就要考虑，要么削骨。如果你真的不想削骨怎么办？如果你颧骨大不想削骨怎么办？就算了，人生就这样过嘛，不是？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方法，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了嘛？哦。这个地方如果太大，你又不想要把它变大，那我们就把它旁边比较凹的地方填一下，让它视觉上看起来会没有那么的突出。像这个女生，她这个也是颧骨问题，因为你看她脸颊有一点凹陷。好，当然有一些人呢，他的颧骨真的太大了，填完以后，他虽然看起来没那么凸，可是整个脸的体积是变大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我们还是要诉求一点减法。那这个时候或许还是要考虑削骨。但是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那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像这样苹果肌特别大的，像这个苹果肌，你可以看到它脸颊没有明显的凹陷，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特色哦，就是你看它这里有一坨东西，这个如果是面对面在面诊的时候去捏啊，就短哦，短这样，这个动作感觉怪怪哦，黄标，不是这一种哦，它就真的是苹果肌太大，哦，因为短要干嘛？好，那回过头来讲，苹果肌到底是什么？苹果肌就是这两块，它的主成分是什么？它是肌肉、骨头、脂肪，还是它是什么构造？其实我以前有一集有仔细跟大家讲过苹果肌的构造，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很多人听到苹果肌就会想Apple muscle 哦，所以它是 muscle， 不是。事实上，苹果肌它的本质是脂肪。我一直形容它是脸上的胸部，我会觉得越来越像，因为它的组成分也是脂肪，对不对？好。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脸呢分成3层构造。好，第一层呢是皮肤跟皮下脂肪，第二层叫筋膜，第3层是一些深层的组织。那这个浅层的皮肤跟皮下脂肪呢，你看过那个猪皮啊，那上面那个就是皮下脂肪。那我们的苹果肌呢，其实指的就是这一块皮下脂肪的位置。这个皮下脂肪的下面有一层筋膜，更下面有一些深层的构造。那我们来看哦，我们脸部的皮下脂肪其实可以分成很多个区块。内侧的这个皮下脂肪呢，它随着年龄呢，它会慢慢的往下滑动。这一层苹果肌呢，它是属于浅层的构造。它下面有筋膜，随着年龄呢，这个苹果肌就有可能会顺着筋膜往下滑动，掉下来，垂下来。现在我们常常遇到，就是有很多人啊，他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年轻，所以他就会填苹果肌，结果填太大，他已经不是苹果肌了。你看妮可基曼，你知道她吗？她是我学生时代的女神，但是你看她苹果肌，你反而会觉得走中了，这样是不是真的就像走中？你看她这个苹果肌真的有苹果肌的，但是这么大的苹果肌有让她看起来比较 cute 吗？没有，她反而显老了。为什么？因为苹果肌太大，苹果肌就好像是脸上的胸部，如果过大，你有时候会觉得太臃肿，甚至它造成了下垂，然后就造成法令纹变得更明显。我们来看这个构造，这个图是一个核磁共振，这个侧脸就是我们侧面这样看过来，这是眼球，这个是我们的苹果肌的中脸的这个位置。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中脸可以分成这样几层，我们的这个中脸的苹果肌。它在筋膜的上面，它会滑动。它为什么可以滑动？做表情，我们在笑啊，什么时候？你看我们平常没有表情都是这样，笑的时候整个苹果肌会往上堆所以苹果肌要这么滑动哦。可是随着也因为它会滑动，所以时间久了呢，它可能就会往下掉。如果你的苹果肌这个时候填太多在这个地方，这个重量就会加速它往下掉。如果你苹果肌太大，那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把它变小？
或者是我不小心脸上填了一堆东西，苹果肌太大，那要怎么办？其实我们诊所很常遇到一些客人，那他在中脸这个地方打了一些东西，最常见的其实是伊莲丝。不知道为什么伊莲丝呢，它打在我们的苹果肌，很奇怪。有时候过了2年、3年，有一部分的人他没有完全吸收，甚至变得更大了，就来我们这边处理。好，苹果肌太大的地方是压扁，压扁，好奇怪，对不对？怎么压？就是你回去没事就把手这样压着，苹果肌就不会太大，有没有道理？是哦。对啊。好吧，大家可能觉得我在整笑。其实呢，这个压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哦。你看我现在这个是我去医学会演讲，有时候是发表在医学论文的时候，我现在这些动画我全部都改自己的脸，帅哦。那这个图是在讲解我们脸部中脸的这个构造其实坦白说，中脸的构造是非常复杂。我虽然常常跟大家解释，我们脸分成浅层、中层跟深层。这是一个简化的说法大家比较容易理解。那事实上中脸严格来讲它的构造其实是分成7层，其实很多医师甚至很多外科医师都不知道。重点构造大家想的要复杂。我刚不是提到说我们要把这个苹果肌变小，其中一个方法叫压扁。就是我们可以借由线雕的方式来把我们的苹果肌变小。可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像一般埋线的方式呢，它如果从这个地方由上往下这样拉，你把这一撮苹果肌往上拉，对在苹果肌的上面，那这一种拉法就有可能反而让你的颧骨看起来很凸，看起来是不太自然的。那就像是这个我们影片当中这样子，如果一般埋线的方式，它是用浅层的埋线，它线呢从我们的这一层筋膜以上的部分这样穿过去，一拉，把这个下面的组织往上一拉，哇，一拉结果怎么样？你的东西都堆在这里，是不是就像我刚刚说这样堆在这里？对，苹果肌可能小一点，可是你的颧骨变得很凸，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方法。拉线真的有办法把苹果肌变小吗？有的，怎么做呢？如果我们今天用深层埋线的方式，什么叫深层埋线？我们脸分这好几层，如果用简单的看法来看，我们今天拉线不是沿着浅层这样拉，我们如果是沿着这个深层、浅层这样子去做一个绕行的一个动作，像这样子一个绕行的动作，绕一圈这样起来。那你看这好像是一个三明治，对不对？我们这样绕一圈起来，这个动作它就会怎么样？把它压扁。压扁呢，我这样讲，各位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在医学上面，我会形容说，这是一个 CrossFit 的一个动作。什么意思？我们把3个不同的层次，利用这样一个环绕的方式，它就可以这样把3层之间贴合。CrossFit 就是贴合，把它贴紧。那这种方式呢，就可以把你的苹果肌压小。那有一些人呢，他的苹果肌呢，脂肪很多很厚他想要变更小，那当然我们可以合并一些抽脂。抽脂完之后，再一样做这样子一个深层埋线的动作，那效果就会更明显。当然这个方法它需要一点技术性，大家可能以前都不知道，原来拉线不是只有可以拉紧而已，原来用一个正确的用深层埋线的方式，反而可以让它变小。这个可能大家以前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好，有些人说，那我们除了微整形呢，像这样子把这个苹果肌变小，那有没有其他更长效的方式呢？特别是什么？特别是有一些人呢，他之前可能填充了很多东西，他填充的这些东西，有的时候过了好几年都不会消。那怎么办？这个我们也有办法这个其实有很多的诊所，他们处理这个要怎么样？打消脂针，或者是打降解酶或者是打类固醇。可是降解酶对玻尿酸有效，但对其他东西都没效。打消脂针，如果你今天填充进去的东西它不是脂肪，你打消脂针也不会有用啊。好，你填进去的是脂肪但是那个脂肪钙化了，那些脂肪已经钙化的脂肪打消脂针没用，没有用，因为钙化脂肪其实呢，它就已经不是脂肪了，变钙了嘛，钙化了，所以消脂针对它也没用。那打类固醇呢？类固醇它可以消掉一些胶原蛋白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填进去的东西，它打类固醇非但消不掉，反而会把你自己皮肤的胶原蛋白消掉。结果皮肤胶原蛋白消掉，就你打进去填充的那些东西还在那，它反而看起来会更明显。这样是最糟的。对，没有变好反而变更糟啊，所以很多诊所它没有办法处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处理这样的问题啊？像我们在做3层次拉皮，3层次拉皮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它核心价值呢是在于，我们不是只有做皮肤，不是只有做到筋膜，我们会做到更深的位置，而且我们会做到内侧。这里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下，好多个案例的，就是说客人跑去其他诊所，有跟他们说他们做3层次拉皮，然后做完以后这里跟没做一样，所以我提醒大家哈，坦白说，有的时候我们这行业销售话术很多哦，那他跟你说他有做，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会提醒大家一件事，其实要记得手术当中要求录影一下。那其实之前也有客人说啊，那个手术录影我又不敢看，录下来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当你要求手术当中的录影的时候，对方就不敢糊弄你，对不对？因为你只要有录影，你拿到手术当中的录影，对方糊弄你，你自己不敢看，你可以拿给我看啊，对不对？不然我常遇到客人，他就说，可是之前对方也说他有做到深层，但我手术筒打开就没有啊。那你已经做完1年了，做完2年了，掉下来了，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我提醒大家一下，好像我们诊所啊，其实从几年前开始，有客人他就说可不可以给我看？我说好啊，没问题。从那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录影。那因为3层次拉皮呢，我们都会做到内侧，像比如说像这个，你可以看到，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沿路做到这个地方，它就是非常明显的体积变小，而且我们做到内侧来，再把它拉紧。有些人就想说，如果你只有单纯轻，你没有把它拉紧，那结果也是松松啷啷的，那也不好看嘛。我们希望它是紧实的，直接清完以后，我们再把它拉紧哈，那我们就可以像这个很明显的效果哦。本来过大的苹果肌，我们把它去掉一些不想要的东西，再把它拉紧，哇，就苹果肌变紧实了，反应也变好看了。像这个苹果肌本来很大的状况下，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脸看起来比较大，或者是有时候看起来比较不自然。好像这个客人也是，他就是之前被打了不知名的东西。顺便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大家到医美诊所打针之前，一定要看一下你的盒子跟瓶子，甚至可以的话扫一下 QR code， 因为到这个年代还是会有不知名的东西在医美界流传。你如果刚刚打到了，你以为那是玻尿酸，怎么过了5年6年都不会消，就要小心。好，那像这样的状况，他觉得很困扰，那我们就帮他把这个多余的拿掉以后啊，他觉得脸就变秀气的，变紧实，变好看。那像这一种一般的拉皮，他是做不到，他做不到不代表我们做不到。那我们做到内侧这个地方来，我们可以清除这些你不想要的东西。那可能当然也会有人在说，那我苹果肌比较小，那怎么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技术，我们可以把嘴边肉移到苹果肌来。那这样什么好处？第一，嘴巴是不是变小了？苹果肌也变蓬。所以不是说像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把苹果肌变小，我们当然可以把不要的东西拿掉。那相反的，如果你苹果肌要大一点，到一个年纪，大家最讨厌是什么？嘴边肉太大，对，苹果肌太扁。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把你大大的嘴边肉移来苹果肌的是挺立的，那不是最好的吗？对，每个人都会跟你讲要打苹果肌。那今天这期节目，我相信对大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也欢迎把我们节目转发给你的朋友啊。如果你转发了，你跟我们说，我有一本书呢，叫做《微整圣经》，那这本书那里面讲了很多脸部构造的概念，那跟我们讲，把它转发给朋友，我们会把这本书的电子档发给你哦。那记得实证医学才正确。术中录影别忽略，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的专业。拜拜。
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后呢，对你是不是很有收获？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今天这个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赶快来做以下这些题目哦。